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11月11日的走势。那由于我今天是出行，所以呢录制本期视频采用的是移动设备。那这样一来，视讯的效果和声音的效果呢不是很好，所以请大家能够理解。好，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1月1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那它的开盘价是在189.90，收盘价是在190.72。那在盘中最高价是到达了191，最低价是在180.03。那在盘中它的最高价与最低价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1个点。那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1.33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04倍量增。KD 值在下方。KD 值我们会看到是快线的方向是转折向上，并且呢这个开口变小。那这样的现象说明股价出现了反转。MACD 开口不变，双线是继续下行。那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在这里边。对，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空头趋势在减弱。好，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1月10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 T 字线。那 T 字线的特征是开盘价即是收盘价，然后呢是留有长长的下影线的。那它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到了相对低的位置，然后出现反弹中。对，那么通常这样的 T 字线如果是出现在高档，那它是容易反转向下的。对，如果是出现在低档，它是容易转折向上的。好，这是单一 K 线的信息。那我们再来看看 K 线组合方面。我们会看到在11月9日生成的这个长红实体棒和11月10日生成的这个 T 字线的小的实体，那它们两个实体呢是形成了一个叫母子怀抱，也就是左长红的实体部分包含右绿 K 实体。对，那通常母子怀抱这样的 K 线组合，如果是出现在低档呢，它是转折向上的 K 线组合。那在日后如果说股价能够站上母线的最高，也就是10月9日的这个最高是在196附近。对，那么日后股价如果能够站上196，那可以确认这样的一个母子怀抱的变盘信号，变盘的这个 K 线组合叫做反转成功。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1月10日的预测。第一个可能是出现止跌反弹，收盘价会在184附近。对，另外一个可能呢会出现继续下跌，收盘价会在168。那实际在11月10日收盘价是在190.72，出现了反弹。那这个点位虽然与我们预测的184的这个止跌反弹相差比较大，但是它的本质是相同的，也就是它都突破了184的这个水平线，也就是这个红 K 50%的成本线。那但是呢又没有站上前面这个实体的上沿。对，所以它只完成了一个目标。那
这也是11月10日当日生成这个 T 字线的我们说是比较遗憾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收盘价没有能够站上前一日 K 线这个实体棒的上沿。收盘是在190.72，而这个实体棒的上沿是190.775，所以差了5%的这么一个0.05的一个百分点。那出现这样的情况说明在190这个地方啊，还是有压力的。我们说，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11月11日，如果是一个低开盘的话，那么这个190这个地方啊，依然是一个压力位。那我们在前一期视频也说了，说184和190这个位置啊，股价是很容易遇压而折返向下的。对，所以说这个190这个地方啊，依然是一个压力。但是呢，我们刚才从 K 线信息又得到，那么这两个 K 线生成的是叫母子怀抱，是一个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所以呢，它也预示着股价依然是要向上反转的。对，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先来继续看股价的反弹。说对于11月11日，如果股价继续反弹，它的目标就是要站上这个母线的最高，是在196这个位置。在这个地方。那我们说站上196啊，就可以确认这个母子变盘的 K 线组合，变盘成功，也就是确认股价反转向上。那再向上的目标就是要重新站上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203附近，在这个位置。然后当然再向上的目标就是要站上20均线值，在211附近。当然最终的目标我们说是要突破上方的这个下行趋势线。这个下行趋势线呢，我们会看到是在2022年9月21日，对，和2022年11月1日这两个 K 线最高生成的这么一个下行趋势线。所以呢，股价如果继续向上呢，它的总的目标就是要突破这个趋势线。好，这是股价的上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那股价说也有下行的风险。对，那这样的 K 线组合啊，我们非常就是说担心在这个地方我们说在这个地方可能会出现一根实体长红的一个实体棒。对，也就是它很可能还会出现一日反转向下，所以下行啊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那我们说下行的目标就是股价就是要继续维持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那5日均线值在11月11日我们测算是在186，在这个位置186到190之间。所以啊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它的下行的第一个目标是继续要维持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然后呢，第二个目标就是要突破这个前低。对，前低是180。对，那再接下来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跌破就是说这根红 K 的最低是177。这是这个股价下行的3个目标。好，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说上方我们要关注196这个水平线。如果说日后
能够站上这个196水平线呢，那股价会继续反弹。那下方我们要特别关注，我们保留这个水平线，这个水平线是184，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186这个位置。说下方我们关注186到184。那如果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是跌破了，或者说是在这个186或者184的下方啊，那么股价后续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好，那以上是我们对今天11月11日股价走势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1月11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首先的压力位就是我们认为还是前一日 K 线的这个最高是在我们来看一下，是在191这个地方。对，这是第一个压力位。第二个压力位就是196，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缺口，可能现在在视频中看的不是很清楚。然后第三个压力位就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202，我们把这个线调上来，是在202到204之间。对，在这个位置。然后呢，再向上的压力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211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对的。好，这是上方的压力。下方的支撑，我们说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因为如果在11月11日是一个平开盘，或者说是一个高开盘，那5日均线值将会成为一个支撑。对，那它的范围是在186到190之间，是在这个区域。然后第二个支撑就是这个水平线184，接下来是177.12是前低。当然第四个支撑我们说是下方的160。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我们给出11月1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今天要给出3个点位，都是带有条件的。那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向上反弹。那继续反弹呢，它将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90，最高会到达203，收盘会收在193附近，在这个位置。对，然后呢，它的条件是必须是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90的。好，第二个可能呢，我们说股价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低位的横盘。对，如果是低位的横盘啊，它依然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或者是一个高开盘。因为前一个交易日的最高价和收盘价是非常接近的，所以一旦是高开盘，一定是跳空的高开。对，那跳空高开之后，最高股价会到达197，在这个位置。然后呢，最低会回踩到184，也就是回踩到这条水平线，收盘收在185.5，在这个附近。好，这是第二个可能。第三个可能是我们比较担心的一种情况，就是有可能会生成一根长红 K 线。好。那如果是第三个这可能呢，我们认为它有可能会是一个低开盘，然后呢股价而且是一个大幅的低开。对，股价最高是到达这个叫做190附近。对，然后呢最低会到达175，也就是出现新低，收盘会收在176，在这个位置。对，好，那如果出现一根红 K，那
我们说它的条件是必须是低开盘，那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9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呢，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长红 K 线。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11月1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